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买回家的猪肉，有些猪肉的颜色更深，而有些猪肉的颜色浅很多。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那么这种猪肉能放心吃吗？到底哪种肉好一点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来往下看。事实上，这两种颜色的猪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，而且它们的口感也完全不一样。看了这个视频，一定会让你学会一些常识。下次买猪肉时，尽量避免被猪肉老板愚弄。猪肉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非常喜欢的肉类，因为猪肉可以做出各种美味的食物，比如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红烧肉，还有非常美味的福鼎肉片，特别是辣椒炒肉，非常下饭，深受百姓的欢迎。猪肉真的是离不开我们的餐桌，但是当我们去菜市场买肉，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颜色的猪肉，浅猪肉和深色猪肉。首先让我们谈谈浅色猪肉，颜色略浅、发白的猪肉。事实上，这样的猪肉有两种可能性。首先，第一种可能是这种猪肉是冷冻肉，例如猪肉在第一天没有卖完，放入冰箱冷冻后，第二天再卖。对于这样的猪肉，它的颜色通常会变得有点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市里的一些猪肉，它的颜色是偏白色的。因为超市里的猪肉是冷鲜肉，冷鲜肉经过排酸处理后，将猪肉里的血水排出，然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超市售卖，所以猪肉的颜色血水少了，自然颜色是会变得浅一点的。这种肉是可以放心吃的，它吃起来口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排酸后的肉要存放时间更久一点。那么热鲜肉就是指蔬菜市场上的猪肉或街头卖肉的摊位，这种猪肉大都是热鲜肉，肉贩子都是一大早去屠宰场买回来的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猪肉就是热鲜肉，颜色看上去就会更鲜艳。比如农村杀年猪，那也是热鲜肉，颜色非常鲜艳。热鲜肉的优点是颜色看起来很新鲜，吃起来感觉更新鲜，但热鲜肉的保质期很短，只有1天。如果当天没卖完，冷冻后猪肉营养会流失很多，并且影响口感。所以选择在市场买猪肉的时候，尽量早上买猪肉才比较新鲜。虽然冷鲜肉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浅，但经过排酸处理后，其保质期更长，营养也不会流失，保质期可以在3天左右。所以现在知道怎么选择猪肉了吧？好了，今天告诉大家辨别猪肉分享完了，就趁着这些新鲜的猪肉，教大家做一个早餐店特别火爆的饺子馅做法。首先把肥瘦分开切，肥肉先切薄片，瘦肉也切薄片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用刀给它剁成肉末。如果想轻松一点，咱们就可以用绞肉机，但我个人认为用刀剁出来的会更有粘性，吃起来更有灵魂一些。大概剁个6分钟，剁成像视频中这样带一点点颗粒感，是这种起胶的状态就可以。剁好以后全部装入盆里面。下面我们开始调味，先加入生抽40克，老抽10克调色，再加入10克的白糖，2克的胡椒粉去腥，少量的鸡精和食用盐。接着倒入泡的葱姜水。大家记住，饺子馅要想鲜嫩多汁又好吃，这个料汁一定要足，只有让肉馅吸足了水分，包出来的饺子才能鲜嫩多汁，不腥不柴。第二就是我们调馅的时候，一定要让肉馅把料汁完全吃进去，牢牢地锁在肉里面，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才会有汁水。充分抓拌均匀后，再顺着一个方向使劲的搅拌。
大概搅拌2分钟左右，盆中的汁水就被肉馅完全吸收了。最后搅至像这样拉丝，黏糊糊的状态就可以。这个时候把切好的葱花和姜末加进来，然后淋上热油，滋啦一下，激发出香味。下手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用油把肉馅包裹起来，才能锁住肉馅中的水分。照这个方法调出来的饺子馅真的非常香，鲜嫩又多汁，无论是拿来包包子、包馄饨都非常的好吃。最后再把我们切好的大葱加进来，继续朝一个方向将它们彻底的搅拌融合。我们这样调出来饺子馅有几个好处：一是肉馅能保证鲜嫩又多汁；二是肉馅不腥也不柴；三是肉馅香而不腻。而且这样调出来的饺子馅不出汤也不出水，每一个饺子吃起来都是鲜嫩多汁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大葱猪肉馅就调好了。如果不着急包，可以封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1小时，这样我们包饺子的时候它就更容易成型，包起来也会更快。平时我一般都会多调些饺子馅，然后多包点饺子进冰箱保存，吃上1个礼拜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早上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，煮点饺子给他们吃，配上点鲜牛奶或者是豆浆，一整个上午的营养都够了。主要是自己做的干净卫生，真材实料看得见，而且味道一点也不输外面买的，家人可喜欢吃了。这个肉馅可以做水饺、做蒸饺、做煎饺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一大盘饺子就包好了。大家学会调肉馅，学会包饺子，家里来客都可以派上用场。香喷喷的饺子就出锅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要开吃了。如果你认为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记得帮忙点个 like 转发出去，让更多朋友看到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